1996年11月3日的傍晚时分，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以南几公里的隐秘郊区，落日的余晖洒在一座宏伟的建筑上。当地人都知道，这座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式风格豪宅，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中非皇帝博卡萨的宫殿。而现在，这座豪宅的主人仍然是博卡萨，只不过如今的博卡萨已经不再是什么中非帝国皇帝，他只是一个75岁白发苍苍的普通老头。这是他被中非政府特赦的第8个年头。就在几年前，博卡萨被允许回到自己之前居住的这间别墅。在外界媒体的报道中，这是充满煞气之地。据说法国士兵当初在攻陷博摩的皇宫时，在密室的冰柜里发现了被冰冻起来的博卡萨敌人的灵体，那曾经是博摩的食物。当年的博摩如今已是一个75岁的垂暮老人。不公平的是，他还安然无恙地在他曾经搜刮民脂所建造的宫殿里生活着，仿佛之前一切的罪恶都没有发生过。甚至由于最近几年的兵荒马乱，不少愚昧的中非人还怀念起了当初博摩的残酷统治时期，他们觉得起码那个时候比现在更有秩序。当天上午，博卡萨会见了几位老朋友和家人，他们在宴会厅中回忆往昔，谈论着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尽管外界对博卡萨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这些亲近的人眼中，他依然是那个意气风发、统治中非的强者。傍晚时分，博卡萨感到有些疲惫，便回到他那间装饰豪华的卧室。他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像往常一样回想着自己曾经戴上皇冠的模样，简直就是拿破仑在世。但当他睁开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而沉重。就在这时，突如其来的剧痛击中了他的胸口。博卡萨紧皱眉头，试图呼喊，但声音微弱无力。他的手无助地抓住床单，试图挣扎，但心脏的疼痛却越来越剧烈。最终，他的手无力地垂下，目光暗淡下来。听到房间内的动静，家人和仆人迅速赶来。他们发现博卡萨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额头冷汗直冒。很快，急救医生赶到了豪宅，开始了紧张的抢救。医生迅速检查博卡萨的生命体征，并进行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但尽管医生们全力以赴，博卡萨的状况却未见好转。他的呼吸逐渐微弱，心跳也越来越慢。最后，医生停止了抢救，博摩的心跳也在那一刻停止。臭名远扬的博摩终于下了地狱。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曾经在中非犯下滔天罪恶的恶魔并不熟悉。一个不起眼的非洲小国为何诞生了这么一个暴虐的玩意？他是如何一步步登上中非皇帝的宝座，变共和国为帝国的？他最后的日子又是怎么度过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非洲暴君、中非嗜血皇帝博卡萨最后一天的故事。博卡萨于1921年出生于班吉河下游的一个富有家庭，这里常年发生战乱，村里的成年男性都是军人，自小博卡萨就常常目睹战死的人们。1927年，此时的中非是法国殖民地，因为博卡萨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酋长，与法国殖民将领发生了冲突，被法国士兵枪决，他的母亲又因为殉情自杀，夫妻俩撒手人寰，留下了博卡萨和11个兄弟姐妹。而此时的博卡萨只有6岁，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环境，才埋下了博卡萨日后暴虐性格的种子。博卡萨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以后，拒绝报考高等学府，心甘情愿地踏入了神学院的大门，渴望将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但是博卡萨的祖父反对他挑选牧师这一职业，坚决要他去当兵。因为他属于军人世家的后代，曾祖父是军人，祖父和父亲也是军人，连他出生的村子都以叫做被枪决者村而闻名遐迩。二战爆发以后，法国政府在他的非洲殖民地国家招募新兵，18岁的博卡萨被年迈的爷爷揪着耳朵送进了法国部队，那时是1939年。如果说博卡萨的童年是不幸的，那他的军队生涯绝对是幸运的。入伍后，博卡萨被编入自由法国军队步兵第2营。1944年，
博卡萨以一个赤道非洲军事的军衔，随法国部队远涉重洋开进越南，参加印度支那战争。博卡萨参军以后，很快就热爱上士兵生活，在战争中表现得颇为勇敢。更为称奇的是，博卡萨在战斗中生擒了赫赫有名的维希法国将领，立下了大功，于是被提升为法国上尉。这相当于法国军队的管理层，在黑人当中是非常罕有的。二战结束后，博卡萨又被法国派往越南等地南征北战，再次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上尉，并得到10多枚法国荣誉勋章和战争十字勋章。归来后的博卡萨没有被法国总统抛弃，反而被他所膜拜的戴高乐将军召回了巴黎。戴高乐在法国是至高无上的人物，也是博卡萨一直崇拜到老的人。博卡萨更是直呼他为我的爸爸，不知道他之前那个被法军枪杀的亲爹会作何感想。此时的博卡萨已经完全认同自己是法国人，但同时在中非也有一定的号召力。而戴高乐这次召回博卡萨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博卡萨回到中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奉行松散的殖民化政策，这使中非在1960年和平地获得独立，建立了中非共和国。当时中非政府完全控制在法国人的手中。年轻的共和国没有军队，为了保护这一势力范围，法国政府决定派在法军中待了23年的博卡萨上校回国组建中非军队，从而为他搭起了登上权力顶峰的阶梯。为何选择博卡萨？原因有2个，一个是博卡萨完全认同自己是法国人，戴高乐对他绝对信任；另一个是博卡萨的家族在中非影响力颇大，他的父亲是总统达科的舅舅，因此博卡萨和达科属于近亲。1962年，博卡萨依惜别繁华的巴黎，回到班吉以后，立即开始了组建中非共和国军队的工作。由于当时的中非总统戴维达科是他的表兄弟，他的活动受到了达科的全力支持，因此建军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1963年，博卡萨被任命为军队第1任参谋长。虽说总统名义上是总司令，但实权却落在博卡萨手中。他自诩具有超人的智慧，权欲之心开始迅速膨胀起来。野心勃勃的博卡萨并不满足于参谋长的职位，他的目标是总统。中非地处非洲大陆中心，是一个人口稀少、面积广阔的热带内陆国家。独立之初，中非的土地沙漠化严重，全国只有 2% 的土地可以勉强耕种。不仅物质贫乏，中非在文化上也非常贫乏。在这个250多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一份500个订户的不定期报纸，全国只有7家又小又破的电影院。1966年1月1日，新年的钟声敲响过后不久，多灾多难的中非便发生了一场政变，野心勃勃的博卡萨登上了总统宝座。1965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中非共和国总统戴维达科在首都班吉举行迎新晚宴，差不多所有军政首脑都应邀参加，唯独陆军参谋长博卡萨以军务繁忙为托辞，留在军营里，没有出席晚宴。当博卡萨估计宴会已接近高潮时，便抓起电话拨通了宪兵司令伊扎姆，接着就以有一份绝密的法国国防部档需要签字为名，让伊扎姆提前退席，亲自来一趟。其实达克怀疑早就博卡萨意图叛变，授意宪兵司令让伊扎姆于晚宴谋杀博卡萨，不料遭博卡萨探听到消息，博卡萨决定先下手为强。伊扎姆已经几个月不与博卡萨说话了。自从博卡萨向总统提出要取消宪兵部队后，他就对这个参谋长感到厌恶。现在博卡萨既然已表示主动，他心里十分宽慰，立马答应去喝杯和解酒。但伊扎姆万万没有想到，当他的汽车刚驶进陆军司令部，4支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紧接着，博卡萨率领800名步兵团团围住了举行欢宴的国家宫。总统达科见情况有异，急忙夺路而逃。可惜走得太迟，他被一群枪上膛、刀出鞘的士兵追打在地，成了任人宰割的猎物。这时，陆军与宪兵开始交火，政变军放火焚烧部长们的公寓。一时间，班吉城内火焰冲天，
枪声大作，押送达科及其他被捕官员的车辆呼啸着穿城而过。就在博卡萨忙着夺权时，驻中非各国使馆也乱成一团，摸不着头脑。没多久，各国使馆官员的办公桌上就出现了一份大同小异的电讯稿：中非共和国班吉急电，陆军参谋长让贝德尔博卡萨即日发动政变。而他们甚至连博卡萨是谁都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很快他们就都会知道了。1966的元旦清晨，惶恐不安的班吉市民从广播中听到博卡萨的演讲，他信誓旦旦地说：公民们，班吉市民们，从今天凌晨3时20分开始，政府已经被军队接管，一个正义的时刻已经到来，再也不会有资产阶级，全体人民人人平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一阵空洞无物的喊叫之后，博卡萨忽然戛然止住，他根本就没有准备什么施政纲领。几小时之前，他的副手阿列克塞班扎上尉为他胡乱拼凑的那份讲稿，又在匆忙中丢在汽车里。他急中生智，赶紧让电台播放军乐，才勉强应付过去这尴尬局面。这就是博卡萨的风格，他发动政变是受本能的权力欲所驱使，而不是理智思考的结果。这自然只能给中非人民带来更大的不幸。尽管国家十分贫困，但60年代初，中非政局还算相对平静，所以大家对博卡萨发动的这次政变都感到愕然。博卡萨上台后，为了赢得人心，他四处发表讲话，许诺满天飞。他宣布今后人民每年交一次税，不再向执政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缴纳党费，不再购买国家的义务公债，政府也不再让公民交税。这些讲话颇能打动人心，听众不断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表示欢迎。但中非人民很快就会知道，这只是博卡萨哄骗人民的手段。没过多久，博卡萨的苛捐杂税就不仅变得名目繁多，而且比过去严重了许多倍。博卡萨就任总统以后，国家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出口减少，贸易赤字和内外债务增加，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人民群众反对饥饿，要求民主和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好几个城市的市民还举行了反对博卡萨的游行示威，毫不含糊地谴责博卡萨建立的强权政治。在政权受到动摇的情况下，博卡萨没有变得开明些，而是更加专制了。他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滥施淫威。1972年，博卡萨下令对所有抓到的小偷一律处以酷刑，初犯者割掉一只耳朵，重犯者割掉另一只耳朵，第3次偷盗剁掉右手，第4次就要当众凌迟超度。他还常带着卫队到监狱中查看，看看小偷的耳朵和胳膊是否真正给砍掉了。当法国记者问他这不是太残酷了吗？他回答说，砍掉一只手总比判死刑好。当年7月31日，博卡萨挥舞着的权杖亲自参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流血舞会。据说那次他闯入监狱，一个人干掉了50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嗜血成性的他还在皇宫里饲养了大量的狮子、老虎等猛兽，喜欢把死刑犯的灵体留作当他们的食物。后来法国人搜查博卡萨宫殿内的发现令人吃惊，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就不用多说，在一座行宫的冰箱里发现了2具人的灵体，鳄鱼池里面至少有30个人的残骸。而博卡萨身边的人也证实，人肉经常是博卡萨自己以及宴客的菜肴。博卡萨是个不折不扣的吃人魔王。博摩的私人生活也很荒淫，他一共有17位妻子和数不清的情妇，正是承认的子女也有55个，在非洲也算是很高产的了。博卡萨的妻子、情妇都有自己的居所，博卡萨经常一天要换好几个地方，无论白天黑夜，这几乎是班吉交通堵塞的唯一原因。在中非，博卡萨的很多妻子都被国家名字代替，因为这些妻子真的来自世界各地。博卡萨最喜欢的一个妻子来自罗马尼亚，是博卡萨在布加勒斯特的夜总会认识的，其他的还有德国的、瑞典的、喀麦隆的、加蓬的、突尼斯的、科特迪瓦的，甚至还有来自台湾的，那是博卡萨在访问台湾的时候娶回家的，但很快就被玩腻抛弃了。对此，
博卡萨却非常自豪，宣称自己总是能够把所有国家最漂亮的女人搞到手。他公开承认娶了10几个老婆，孕育了50多个孩子，私底下有多少更是个谜。对于外界的质疑，他美其名曰为国家繁衍后代。不仅公开宣称自己娶10几个老婆，博卡萨还公开称自己是专制君主，禁止提民主和选举。从1967年到1977年，博卡萨改组政府10多次，撤换总理4次，外长8次，期间被失踪、被绑架、被逮捕和被监禁者无数，全国大小监狱都关满了犯人。在另一方面，博卡萨采用了名为放权实为集权的措施，他用一个革命委员会取代政府，并把他推翻的前总统达科请出来当他的私人顾问。善于哄骗人民的他曾经说过，我只是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任何一个中非人在选举中获胜，他就应该掌管一切。可是人们不久就发现，博卡萨非但丝毫没有放弃集权的想法，而且变本加厉，连续废除了宪法、议会。他大权在握之后，就自任终身总统，接着授予自己2星将军的军衔。1974年又把自己晋升为大元帅。他身兼数职，占据了国防、农业、工商业等14个部长的高位。1972年，他召开中非唯一的政党黑非洲社会进步运动全国代表会议，用刺刀强迫大会代表把他定为终身主席。外界舆论说中非总统就是内阁，就是国家，这绝非细谈。然而博卡萨的权力欲是无止境的，当他站到权力的顶峰之后，就希望套上神圣的光环，让人们像对上苍那样向他顶礼膜拜。于是他下令财政部在几个月里更换全国货币，新的钞票和金属硬币上都刻印着这位赳赳武夫的尊容。教育部唯恐得罪总统，也连忙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使用印有博卡萨头像的练习本，否则不许上学。博卡萨认为这些仍不足以显示自己的至尊地位，又决定动用国家大量资金到意大利定做了10几尊总统巨型塑像，将他们矗立在中非的各个重要的街头。为了神化自己，博卡萨还采用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做法。他恬不知耻地宣扬他受到上帝的保护，频繁宣扬自己的神话事迹，比如他经常提到的1976年2月3日在马梅坡对他的一次行刺中，惊恐万状的人们都逃跑了，他博卡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敌人。在6小时内，对手不断向他开枪射击，他却安然无恙。博卡萨还经常说，处处有我，又处处没有我，我什么也看不见，然而我什么都能看见，我什么也听不到，但我什么都能听到。博卡萨俨然成为了中非这个国家的老大哥。从小就对拿破仑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博卡萨，当上中非总统后，常常穿起拿破仑式的元帅服，自诩为中非的拿破仑。但美中不足的是，拿破仑穿御衣、戴皇冠，权力无比，威风八面，而自己却要逊色得多。他想当皇帝，想拥有一场像拿破仑一样的加冕典礼。皇帝梦搅得他寝食难安，神魂颠倒。就在一天上午，博卡萨突然失踪，等着召见的总理、部长急得团团转，四处打电话没有音讯。博卡萨的贴身警卫找遍了总统府的各处角落，仍不见总统的踪影。经过一番搜寻查访后，人们终于在一间郊外的破烂房子里找到了博老大。原来博卡萨想当皇帝已经神不守舍，晚上做梦，神来到他的身边，他跟着神半夜里悄悄出了总统府，连睡在床上的夫人也未发现。他走到一个离首都有40公里远的村庄，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当文武百官找到他时，大家眼见总统赤裸裸地跪在地上，众人不敢惊动，在烈日的烘烤下也不肯离去。博卡萨终于笑了，他意识到了下属对自己的赤胆忠心。博总流着眼泪对下属说出了自己的心病，我想当皇帝。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总统变皇帝，这将是历史的大倒退，但不同意的话，自己的小命可就没了。面对沉默，博卡萨大为不悦，瞪起双目，恶狠狠地逼问：怎么？你们不愿意？不赞成？在场的人都磕磕巴巴地回答道：
赞成。于是，一场噩梦在中非大地上成了现实。1976年12月4日，中非共和国电台释出重大的新闻，博卡萨亲自宣布，从即日起，中非共和国改名为中非帝国，博卡萨是帝国一世皇帝。伯莫盼望已久的加冕登基日子终于到来了。博卡萨为了使他的加冕典礼办得像拿破仑当年一样隆重豪华，专门修整了皇宫，重新装饰了班吉教堂，修筑了一条博卡萨大道，大道上竖起一座凯旋门和博卡萨的铜铸雕像。中非政府包租了22架外国飞机，从世界各地运来大量贵重物资，其中有法国高级葡萄酒4万瓶，红香槟22吨，从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购进鲜花25000束，花瓣100多公斤，从西德、日本等国买了80辆轿车、摩托车数百辆，连拉皇帝御车的8匹2种白马也是进口的。在此之前，博卡萨出重金聘请了一批法国能工巧匠，为他设计定制了一个镀金宝座，重达2吨，一件白色浴袍，重25公斤，上面镶有78万粒珍珠和近100万粒水晶珠，一顶镶嵌着6000粒钻石的皇冠，还从法国诺曼底订购了2000米鲜红色上等挂毯，委托法国第一流的时装设计师皮埃尔·卡丹设计制作了礼服和鞋子，请来法国著名厨师准备加冕宴席。据知情人说，加冕典礼耗资多达3000万美元，约等于1977年中非国家收入的一半。中非帝国向全世界各国100多个政府全部发去请柬，邀请各国元首前来参加他的加冕典礼。可想而知，诸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等都觉得他是神经病，顺手就将请柬扔进了垃圾桶。他还向世界4000多位名人发出邀请，以及专门请罗马教皇来为他支持加冕仪式，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拒绝，因为谁都不想在薄膜的宴会上不小心吃到人肉。来宾中地位最高的要算尼日利亚副总统和毛里塔尼亚总统夫人。法国和一些非洲国家派了部长，更多的国家是命大使作为特使出席，敷衍了事。罗马教皇也指派他驻中非的圣使主持博卡萨在教堂举行的宗教仪式，还有各国驻中非的使团长应邀参加大典。当天上午，班吉市区街道两侧的破烂土屋都用高大的挡板遮住，神态各异的老百姓挤在马路边上，熙熙攘攘，观看着浩浩荡荡前进的皇家军队。仪仗队由军乐队为先导，100名骑2种马的士兵和100名骑法国诺曼底马的士兵组成的帝国卫队紧随其后。接着，开过来由200辆宝马高级摩托车组成的警察车队，为载着皇帝和皇后的御辇开道。这御辇是一辆4轮马车，其华美程度可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马车媲美，上面同样刻有帝国标记飞鹰，由那8匹高大的白色进口2种马牵引。随后，博卡萨的加冕典礼也完全是复刻了拿破仑当年称帝时的场景。加冕大厅里的来宾一律坐北向南，面对着博卡萨雄伟豪华的宝座。那镀金宝座闪闪发光，靠背装饰着一只振翼欲飞的雄鹰，高2.5米，宽2米，鹰肚上涂着猩红色。据说拿破仑当年称帝时就是坐在这种鹰式宝座上。当天晚上，班吉复兴宫中大摆庆典欢宴，一直折腾到深夜，昏头昏脑的博卡萨才进行退席。称完帝，加完冕，狂欢一夜的博卡萨在第2天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国库没钱了。而当独裁者手里没钱的时候，也就到了他准备使坏让人民遭殃的时候了。博卡萨称帝后，将坐落在班吉市内乌班吉河畔的这座宏伟别致的总统府复兴宫改作皇宫，作为他接待国宾和举行盛大宴会的场所。博卡萨的寝宫在离城75公里的科隆戈宫。进入科隆戈宫要经过3道大门，每道大门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中间还有路障。宫中到处都有军人踪影，俨然一个大军营。这座皇宫由一群白色乌鱼组成，外表虽不壮观，内部陈设却极其讲究。会客室的富丽堂皇，令人啧舌。除了复兴宫和科隆戈宫之外，博卡萨在班吉市内还有多处行宫。
其中之一坐落在内塞尔大街，宫内的卧室和浴室均仿照巴黎的王宫建造，十分豪华。薄膜把中非看作自己的庄园，把国库当作自己的钱柜，随意掠夺，随心侵吞。为了方便，博卡萨直接担任了8家中非各类公司企业的董事长，把全国最豪华的饭店、航空公司、棉花公司、咖啡公司和钻石公司据为己有。他每结婚一次，就四处筹款，趁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举办加冕典礼前，他下令全国职工拿出工资的10%作为献礼，各个企业和经济团体都要按规定数字向国家自愿捐款。其中3家钻石公司捐了7500万非洲法郎，咖啡产业联盟交出1000万，黎巴嫩商人财团捐850万，连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民也必须交所谓的节日税。此外，他还发布敕令，钦定每个中非人都是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的义务成员，年满18岁者都要缴纳党费。博卡萨把收罗来的钱财都存入法国和瑞士银行，在国外购置了好几处别墅，在国内用巨资修建私人城堡，买了不少高级轿车。他还拥有股票，据估计，博卡萨的私人财产价值不下1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非变得更加穷困不堪。对于广大中非人民来说，加冕典礼简直是一场灾难和浩劫。自从清靖国历举行加冕庆典之后，为了补充空虚的国库，博卡萨采取了2项措施：一是从1979年初开征1980年的税款，二是下令全国25万在校学生每人上交5000非洲法郎，买一套由皇后的工厂生产的印有中非帝国字样和皇冠图案的制服。如有违抗，开除学籍，家长开除公职。十分明显，这是变相勒索。不用说一贫如洗的农民家庭交不出这么多钱，就连国家职员也一筹莫展，因为这笔钱相当于他们1个多月的工资，何况国家已有4个月没有下发薪水了。这一次，被激怒了的学生纷纷涌上班级街头，举行抗议示威，高呼打倒帝国，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博卡萨在他的皇宫中像一头恼怒的狮子咆哮着，他万万想不到温顺的国民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气急败坏地命令帝国军事大臣路易拉夸马必须立即绝不手软地开枪。15分钟后，帝国大道变成了血的河流，全国实行紧急戒严，宪兵开始到各家抓捕拒绝买制服的孩子，装上军用卡车，谁稍表示不满，宪兵就在他的太阳穴上打一枪。几天之内，班级监狱和郊区的兵营就关押了近1000名参与反抗的人，他们几乎赤裸地挤在肮脏窄小的牢房里，不少人被活活地闷死，死了的人用袋子装起来被集体掩埋。在这场惨案中，大约有100多名学生丧生。1979年4月，博卡萨还亲自参与了超度孩子们，仅在4月中旬的1天之内就埋葬了42具灵体。中非皇帝博卡萨超度儿童，一手制造的班级惨案震惊了非洲，震动了世界。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几十个国际机构和上百个国家紧急呼吁立即制止这种残暴行为。当月下旬，非洲5国法官还组成调查团到中非实地调查。至此，皇帝在世人眼中已是一个可憎可恶的罪人。博卡萨的暴行被伦敦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公诸于世后，中非人对他愤恨交加，骂他该死，通过各种形式反对他。反对派也加紧活动，谴责的声明像雪片一样落在他的皇宫里。面对愤怒的人民，博卡萨草木皆兵，惊魂不定，闹出了一个大笑话。那是1979年，古巴军队驻扎在靠近中非帝国的安哥拉。博卡萨皇帝怕革命就像怕魔鬼一般，非常担心革命的古巴士兵开进中非。博卡萨能够执政，主要依靠法国的支持。法国的驻军保护他，法国政府每年给他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以维持必要的国家活动。但自从博卡萨的凶残行径公布以后，法国感到再也不能继续支持这位声名狼藉的暴君了。于是法国先后中断了军事和财政援助，使博卡萨王朝陷入绝境。
走投无路的博卡萨一反常态，决定改善和苏联以及利比亚的关系。他扬言说，如果法国抛弃他，那么戴高乐将不再是他的爸爸，他会投靠苏联和利比亚。然而，这是法国极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时隔13年后，一场政变又将在中非上演。1979年9月20日入夜，利比亚首都迪黎波里国家宫灯火辉煌，乐队一遍又一遍演奏阿拉伯歌曲，大厅里觥筹交错，笑语喧哗。这是利比亚卡总举行的盛大宴会，招待应邀前来参加利比亚国庆10周年庆典的各国贵宾。从国家宫返回宾馆，博卡萨已是醉醺醺、昏沉沉，他很快便进入了梦乡。这时的博卡萨还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在中非的皇宫里发生了什么。直到第二天上午10点，睡眼惺忪的博卡萨一睁眼就看到自己的女侍卫官今天披头散发，神情沮丧。女士颤抖着声音对博卡萨说：“陛下，政变了，达科已经成立了新政府。”虽然卡杜卡颤抖的声音很微弱，但在博卡萨听来却像一声惊雷。他来不及脱掉睡帽，光着脚翻身下地，怔怔地站在原地。达科废除了皇帝，把中非帝国改为中非共和国。中非人民推倒了博卡萨的塑像，嘻嘻哈哈的孩子们拉着皇帝的御车满街乱跑。昔日耀武扬威的博卡萨皇帝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流亡者，他该去往何处？昨晚还与自己把酒言欢的酒肉朋友卡总第一个表示不愿久留博卡萨，而后他想从利比亚飞往瑞士，瑞士政府不但拒绝接纳，而且在回电中对他言辞痛斥。他想去法国，法国政府不愿接受；想去比利时，比利时婉言推脱。加蓬、多哥、扎伊尔等国都表示对他不感兴趣。最后，经过私下再三说情，非洲的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同意收留他，但条件是他不能从事政治活动。1979年9月24日，博卡萨带着26名随从人员登上一架 DC-8型飞机，向科特迪瓦飞去。在机上，博卡萨还在聊以自慰地说：“我去的是厄尔巴岛，不是圣赫勒拿岛，我还会回来的。”他说的厄尔巴岛是1814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被囚禁的地方，在那里，拿破仑只居住不到1年就重登帝位。而圣赫勒拿岛则是拿破仑1815年第2次退位时被流放致死的地方。到这时，已经皇冠落地的博卡萨还在幻想着能卷土重来。好在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够意思，他拒绝了中非总统达科关于引渡博卡萨的要求，但中非法院还是在1980年12月19日缺席判处博卡萨死刑。而此时的博卡萨虽然流亡在外，但是他靠着在位期间对中非人民的敲骨吸髓和横征暴敛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在欧洲和南美买了50多栋豪宅，瑞士银行里存了超过10亿美元，这些足以让他继续挥霍。在科特迪瓦隐居期间，博卡萨的体重减轻了几公斤，他以往精心修饰的胡子也没有了，但他始终保持着昔日的威严和发号施令的举止和回国复辟称帝的野心。1981年，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和中非总统戴维·达科下台以后，博卡萨狂妄地认为是时候准备回国主宰中非的命运了，从而开始了办公开活动。博卡萨1982年从科特迪瓦移居法国，住在巴黎郊区一所高级别墅里，由法国警察和密探保护着。在这以后，他自费出版了他的自传，书名是《我的真理》。这本自传中有18页辱骂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内容，因此德斯坦便向法院控告博卡萨犯有诽谤罪。1985年6月下旬，法院判决将未售出的8000多本《我的真理》强制焚毁。1986年10月23日上午，在巴黎平平静静地生活了4年多的博卡萨突然出现在班吉的国际机场上，使法国和中非当局大吃一惊，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那么，他是如何从法国人的眼皮底下逃出并安全抵达中非的呢？10月22日下午1点多钟，博卡萨和他的妻子阿塞玛及5个孩子分成2辆小轿车，在他的朋友带领下，趁法国警方麻痹之机，
顺利地越过国境线，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然后从这里乘飞机到罗马。深夜，他们从这里搭乘一架经班吉飞往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踏上了返回中非的航程。博卡萨一家都坐在经济舱里，他在飞机上一声不响，十分平静，但他很快就被一些乘客认出来了。一位机组成员马上悄悄地走进驾驶舱，告诉了正副驾驶员。两位坐在一等舱里的刚果高级官员闻讯也吃惊地来向博卡萨打招呼，但没有任何人向他提问题。23日凌晨5时，浓雾笼罩着班吉机场上空，飞机在空中盘旋等候了45分钟才降落。当博卡萨一行随着客流去出口处取行李时，候机室的人们认出了他，他们连声喊：“博卡萨回来了！”机场负责人和一位法国军官从一群人中把博卡萨带到办公室，他妻子和5个孩子则被拒绝入境。45分钟后，阿塞马母子登上去布拉柴维尔的飞机转返巴黎，博卡萨则被警察用车送入恩加拉贝监狱。博卡萨没有等来自己想象中大家夹道欢迎中非拿破仑回归的场景，等来的却是对自己的审判。亡命巴黎的博卡萨自投罗网后，穿上了中非犯人穿的羊毛色无口袋衫和棉布裤。1个月后的11月26日，博卡萨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中非共和国对他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从12月15日开始，博卡萨在中非首都班吉法院大厅内公开受审。由于他恶贯满盈，对他的审判自然引起了中非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审讯案起诉的14条罪行逐一进行。15日开庭那天，出庭作证的有60多人，听众约有200人。法庭内由中非士兵看守，他们手持短枪或长枪，每个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大厅内外的气氛十分紧张。审讯只涉及1974年至1979年之间的案件。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博卡萨声称他愿意回答对他的指控，以洗刷他的耻辱，恢复中非的名誉。因此他在审讯过程中百般抵赖，企图把罪责全部推给他当时的下属。但是当前总统达哥、前首相亨利麦杜、前私人法律顾问以及受害者家属200多人先后到庭作证，揭露他在14年统治期间践踏法律和民主，犯下一桩桩杀人罪和侵吞国家财产罪时，这位曾经煊赫一时无法无天的君主先是犯了健忘症，说这也不知道那也想不起来，后来不得不承认他犯有同谋杀人罪、迫害学生罪和侵吞国家财产等罪行。1987年6月12日，中非刑事法院根据国家刑法的规定，最后驳回了辩护律师的抗辩，宣判博卡萨死刑，并罚款2万美元，没收其价值约30亿非洲法郎的财产，以赔偿国家和受害者家属的损失。1988年2月29日，由于各方面原因，中非共和国总统科林巴宣布法令，将博卡萨的死刑减为终身劳役。1993年，博卡萨获释，在1996年11月3日因心脏病死于他昔日辉煌的豪宅别墅中。